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永驻，我是陈俊明。最近我和一位在金融圈做了10几年的老友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件事，让我觉得必须立刻马上跟大家分享，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银行账户里的钱能不能安安稳稳的属于我们自己。我这位朋友以前就在我们台湾几家大的银行里做管理，他说从这个12月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监管玩法彻底变了。如果你还觉得钱在自己户头里，想怎么取就怎么取，想怎么转就怎么转，那很可能下一个接到国税局电话，甚至要交罚款的人就是你。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吓唬大家。我朋友跟我说，他们银行内部已经明确通知，从12月1号起，包括台湾银行、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在内的这几家最主要的银行，正式全面升级了他们的监控系统。这个系统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技术性，叫金融数据即时共用系统，但说白了，意思就是银行和国税局之间的那堵墙，现在完全打通了，变成了一扇透明的玻璃窗。你在银行做的每一笔交易，无论是去柜台存一大笔现金，还是用手机转账给别人，这些数据都会实时的被系统分析。它就像一个非常严格的会计，24小时不睡觉，盯着你的账户流水看。一旦他觉得某笔交易不对劲，不符合你平常的消费习惯，麻烦可能就来了。你可能刚走出银行大门，手机就响了，是国税局来电请你说明情况。更严重一点，你的账户可能会被暂时锁住，到时候你要解冻，就得带着一堆证明文件，跑银行，跑税务局，来回折腾好几天，心力交瘁。我朋友就跟我举了个真实的例子，上个月，他们分行有一位老先生，辛苦攒了一笔30万的现金，想存到银行里给孙子将来读书用，结果就因为这笔钱是现金，存的时候又没说清楚钱是怎么来的，系统马上就跳警示了，银行按规定必须上报。最后老先生没办法，只好回家翻箱倒柜，把过去几年的存折、退休金领取记录全都找出来，证明这是他一点点省下来的合法收入，前后折腾了快10天才把事情说清楚。你看，明明是自己前进的钱，就因为不懂新规矩，平白无故惹了这么大一场麻烦。所以今天我制作这期内容，就是要帮大家把这些复杂的新规矩用最白话的方式讲明白。我会告诉你系统到底在盯着什么，并且给你2条万能的自保黄金法则，再总结出5件你从今天起就必须要做的事。你花10几分钟时间看完，很可能就为自己避免了未来数不清的烦恼，甚至省下一大笔不必要的罚款。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聪明的系统到底根据什么来判断一笔交易异常呢？其实它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就是看你的行为有没有突然变得很奇怪。比方说，你是一个每月固定领5万块薪水的上班族，平时消费都是用信用卡，账户很少有大额现金进出，结果某一天，你突然去银行存了80万现金，系统就会立刻打上一个问号，这笔钱从哪来的？又比如，你一个账户平常只用来扣水电费、电话费，突然之间连续3天每天都转出20万到一个陌生的账户里，系统就会警铃大作，怀疑你是不是正在进行什么不寻常的资金移转。它并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你个人历史习惯的金融行为。所以，破解这个系统的关键不在于躲开它，而在于主动让它看懂你在做什么。这里面就藏着2条所有人都学得会的超级实用法则。第一条叫做写清楚，第2条叫做留证据。我们先说写清楚，这是你保护自己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以后无论你是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还是用手机 APP 转账，只要那个界面上有备注栏、用途栏或者附言，请你千万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养成习惯，把它填满，而且要写得具体。这几个字就好像给你这笔钱贴上了一张身份证，系统扫一眼就明白了。比如，你要转3万块钱给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当生活费，你就在备注里写2025年12月儿子大学生活费。你要取20万现金支付装修尾款，就在取款单的用途栏写支付某某路房屋装修工程款。我朋友跟我说，他们行里就有一位客户，每次给老伴转医药费，都会认真写上妻子某某医院治疗费。后来在系统抽查时，因为用途清晰明了，直接就通过了，省去了后续无数解释的功夫。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能帮你过滤掉90%以上的误会和核查。那有了第一道防火墙，我们还需要第2道保险，
那就是留证据。写清楚是事前说明，留证据就是事后的证明。万一真的被问到了，这就是你的救命稻草。什么算证据呢？范围其实很广，买东西的发票、签订的装修合同、医院的缴费单据，甚至是和对方沟通转账事宜的聊天记录截图，或者手写的收据、拍照存下来都算。现在大家手机都不离身，我强烈建议你在手机里专门建一个财务凭证相簿，每次办完重要的资金业务，不管是存钱、取钱还是转账，都花10秒钟把相关的单据拍下来存进去。你可以按时间和用途来分类，比如2025年12月装修合同，2025年12月子女学费转账。我朋友有个客户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为了进货，分几次取了比较多的现金，结果被系统标记。银行打电话来问，他一点不慌，马上从手机相簿里翻出供货商的报价单、以往的进货记录截图，打包发给银行，1个小时之内就解释清楚了。他后来感慨，以前觉得这些单据占地方，现在才知道，关键时刻一张照片比你跟对方解释100句话都管用。光讲道理可能大家印象还不深。接下来我结合几个我朋友经手过的，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踩坑的真实场景，给大家拆解一下错误的做法和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大家不妨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先说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帮孩子凑买房钱的。有位吴先生，他想从银行取80万出来，给女儿付房子首付。他听人说一次性取太多会被注意，于是就自作聪明，星期一跑到台湾银行的分行取30万，星期二换到另一家台湾银行的分行取30万，星期三又换一家，再取20万。他心想，每次都没超过50万，应该安全了吧？结果没想到，钱取完还没焐热，国税局的电话就打来了，要求他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在台湾银行有这么频繁的大额现金提取。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拆分交易，是监管系统重点打击的行为。系统可不是傻瓜，他会把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不管哪个分行短期内的所有交易加总起来看。吴先生3天内在台湾银行累计取了80万，早就远远超过了监控门槛，被盯上是必然的。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呢？其实更简单。第一，如果你确实需要这么多现金，不如一次性的到柜台办理，然后在取款凭证上大大方方的写明支付女儿购房首付款。系统看到这个合理用途，反而更不容易找你麻烦。第二，如果对方有银行账户，首选绝对是银行转账，备注写清楚，资金流向一目了然，比提着一大袋现金安全得多。第三，把购屋合约、首付款通知单这些文件拍照留好，以备不时之需。再看的2个案例，关于卖掉旧资产的。吴小姐在老家有一块地，今年年中卖掉了，买家给了她一张面额300万的银行支票。吴小姐觉得支票也是钱，就随手放在家里抽屉，想等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存。结果过了2个月，她想用这笔钱投资理财，才拿着支票去银行入账。这下可好，银行系统立刻弹出高风险警示，一笔沉寂已久的账户突然存入大额支票，来源不明。银行依规暂停了这笔交易，要求她提供这笔资金的来源证明。吴小姐一下慌了，买卖合同一时找不到，还要联系几个月前的买方帮忙证明，非常被动。这里的问题在于出现了资金断点，系统无法追踪这笔钱的来龙去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收到出售资产的大额款项，无论是支票、汇票还是现金，最好在3天内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让资金进入可追踪的体系。第二，存款时主动向柜员说明这是出售某某土地或房产所得，并出示买卖合同、税单等文件，请银行帮忙在系统中做备注，这就等于给这笔钱建立了合法的身份档案。第三，钱存进去之后，不要马上又全额转走，最好让它在账户里停留1到2周，让系统有足够时间识别和消化这笔交易的合法性。第3个案例，关于父母资助子女的。吴先生爱女心切，女儿要出国深造，他一口气给女儿的账户转了200万当学费和生活费，同时觉得女儿在外面租房子不方便，又把自己名下的一台价值大概100万的车子过户给了女儿。他觉得父亲给女儿花钱天经地义，哪里还需要跟谁报告。结果到了年底，国税局的税单就寄来了，告诉他这总计300万的现金和资产属于赠与行为，已经超过了每年的免税额度。
需要补缴一笔不小的赠与税，还有因为没有按时申报而产生的罚款。吴先生这下傻眼了，这里最大的误区就是混淆了人情和法理。从亲情上，父母支援子女无可厚非，但从税法上，无偿把资产不管是钱、房子、车子还是股票给别人，都叫做赠与。超过法定免税额的部分，就需要申报并缴税。正确的做法是：第一，在给家人大额资金或资产前，先心里算一笔账，今年已经给过多少了，别超过每人每年244万的免税额度。第二，如果确实需要给的数额会超标，别逃避，一定要在赠与行为发生后30天内主动去国税局申报，这样你只需要缴纳超出部分的税款，不会有罚款。第三，善用家庭成员的额度，比如吴先生有244万的额度，他的太太也有244万的额度。如果这300万的支援由他们夫妻2人共同名义来进行，就完全在免税范围内，1分钱税都不用交。通过上面这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惹上麻烦，并不是心怀不轨，而是因为不了解规则，或者抱着侥幸心理，用旧习惯去应对新变化。接下来，我把所有规则浓缩成2条，你必须记在心里的高压线，记住这2个数字，你就能避开80%以上的风险。第一条高压线是50万，这是针对现金交易的一条自动预警线，意思是你在同一天、同一家银行，所有现金存款和取款的总金额，只要累计超过50万新台币，系统就会自动把这笔交易资讯通报给相关监管单位和国税局。这里有几个细节要划重点：一是累计计算，不是单笔超过50万才算，而是你一天内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现金进出的加总；二是同一家银行，你在台湾银行的分行 A 取20万，又去台湾银行的分行 B 存35万，加起来55万，就算3是仅限现金。如果你是用网银转账或者刷卡消费，哪怕金额很大，也不触发这条现金线，但大额转账有另外的监控逻辑。那如果我真的需要一大笔现金怎么办呢？给你的安全操作建议是，要么分开在不同的银行办理，比如在台湾银行取30万，再去合作金库取25万，要么就分开在不同的日期去取，今天取一部分，明天再取一部分。最好的方法还是尽量使用转账，并写明用途，既安全又省事。第2条高压线是244万，这是税法上每人每年的赠与免税额。你送给任何人的钱和物，总价值在1年内不超过244万，完全不用缴税，也不用申报。但只要超过这个数，你就必须在30天内去申报，并未超出部分缴纳赠与税。这里也要注意，赠与的范围非常广，现金、房子、车子、股票，甚至贵重的珠宝首饰，只要是有价值的资产，都算在内。这个额度是按赠与人来算的，爸爸有244万的额度，妈妈也有244万的额度，2个人是可以分开使用的。所以像前面资助女儿的例子，稍微规划一下，就能合法省下不少税款。最后，我把今天所有的重点为大家浓缩成5件，你从今天起就必须要记住，并且尽快做好的事情。为了你自己，也请分享给你关心的人。第一，大额现金需求，一定要错开银行和日期，牢牢记住50万这条线，不要在同一天、同一家银行和现金较劲。如果需要付钱给别人，首选永远是银行转账，把用途写清楚，这比提着一大袋现金跑来跑去要安全，省心得多。第二，养成一个铁打的习惯，每一笔转账，每一次取款，只要有填写用途的地方，就一定要写上具体原因。不管是缴纳保险费还是支付货款，这简单的几个字是你最好的通行证，能替你挡掉绝大多数不必要的关切和询问。第三，建立你的电子凭证库，所有重要的财务单据、合同、发票、收据、缴费成功截图，随手拍张照，在手机里专门建一个资料夹存起来，至少保留1年。相信我，这个小小的习惯，在关键时刻能救你于水火，让你快速证明自己的清白。第四，给予家人经济支援前，先打好算盘，再转移大笔钱，或者要把房子、车子过户给子女之前，先冷静算一下，今年已经给了多少，有没有超过每人244万的免税天花板？如果会超过，不要犹豫，按时去申报，这才是真正对家人负责的表现，避免了未来被追税和罚款的更大麻烦。第五，遇到复杂情况，
别自己硬扛。像是卖房款怎么处理，大额资产如何规划赠与，海外资金汇入，这些比较复杂的财务操作，与其自己胡思乱想，道听途说，不如花点小钱，提前找你的银行理财经理或者专业的会计师咨询一下，他们能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帮你设计出最合规、最省税的方案，这笔咨询费绝对是值得的投资。很多朋友，特别是长辈可能会感叹，现在用自己钱怎么这么不自由，这么麻烦。我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不是麻烦，而是一种进步，是我们整个社会金融交易走向透明化、规范化的必然过程。我们主动写清楚，留证据，并不是在向谁低头，而是在用最聪明的方式保护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进的财富。我们是在用清晰的记录告诉这个系统，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路光明，我的每一次交易都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安心花钱，安心生活。12月的银行新规已经正式上路，这不是演习。希望大家能把这期内容转发给你的父母、长辈，还有身边那些自己做生意或者正在规划买房卖房、资产传承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只要记住写用途、留凭证、算额度这9字真言，就能够从容应对，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如果你觉得陈俊明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点赞、订阅健康永驻频道，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帮到一个正在迷茫的朋友，避免一次巨大的损失。我是陈俊明，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财富健康，生活永驻安宁。